鬼滅之刃漫畫銷量破2億2千萬，比肩火影忍者與七龍珠。截至寫稿時，无限城劇場版大陸票房已破4億，真如腰斬傳聞一樣，一部平庸之作依靠頂級動畫涅槃重生。嗨，這裡是靜語。這一期我們借着劇場版上映的機會，詳細聊聊鬼滅之刃與日本雜誌漫畫史。可能有的觀眾看到標題就已經要噴我了，你先按下奔赴評論區的心，聽我狡辯一番。如果之後覺得我說的有道理，請不要忘記動动小手。鬼滅之刃一部於2016年連載於周刊少年 Jump 的少年冒險漫畫，自2019年後就持續穩定的產出高質量動畫，維持熱度，並於今年上映最終章3部曲的第1章。先講一個傳播很廣的謠言，那就是鬼滅在動畫化前瀕臨腰斬，它就是靠動畫帶火的。我們來澄清其中一半的謠言。首先，這個說法怎麼來的呢？如果你看過爆漫王，應該知道少年周刊 Jump 是末位淘汰者，也就是如果一部作品在讀者問卷調查中排名連續墊底，就有可能瀕臨腰斬。那麼我們怎麼知道調查的結果呢？實際是沒有辦法知道，官方並沒有公布問卷結果。但好在民間大神總結了一個曲線救國的方法，那就是根據每期目錄的排序來確認人氣。畢竟是實體書，門面充當肯定是主打產品。理清楚這個之後，這裡就輪到這個粉絲制作的數据庫出場了。上面記錄了周刊少年 Jump 自1968年創刊以來所有連載作品的目錄排名數据，而這是鬼滅之刃連載時的目錄排名数据。從2016年到2020年完結，共209話。鬼滅之刃的平均排名為 5.98， 截至動畫播出時間2019年4月6日，換算成 Jump 刊號則是2019年16號刊，排名平均值為 7.12。只統計連載第1年的平均排名則是 11.15。 可以看到，動畫化前的鬼滅排名只能說中游水準，但絕輪不到說要被腰斬的地步。當然，這個排名有諸如彩頁和封面作品會排在前列，剛連載的作品有保護期，為了強推某部作品偶爾調整排序等潛規則。想詳細了解這些的觀眾可以查看 Jump 貼吧的這個帖子。說回鬼滅漫畫，其中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。幫鬼滅漫畫第4卷宣傳的是大家的老熟人富坚老賊，他在書腰上這樣寫道：希望比絕望等於憎恨比愛情。這是我會喜歡上的作品的黄金比例，我非常喜歡這部漫畫。之後便是漫畫第一個高潮篇章蜘蛛山篇，這一年漫畫的順位也從播出前的 7.12 再進一步到了 6.52。 澄清完謠言，我們也可以在其中看到鬼滅在動畫化前熱度不算頂流的事實。那麼原作剧情優秀嗎？我們拿劇場版演的无限城篇一句話總結，那就是空有想法，節奏稀爛，不會有劇场版外的劇透，請動畫黨放心。為什麼說空有想法？這個篇章經過純工具人假上司真名著，无限城真正的主人明女分割戰場後，做到了全方位的冤有頭債有主。上1的設定涉及劇透，先跳過。上2則是出生即擁有一切，但陷入虛無主義，認為死亡才是救贖。而對手則是從小失去至親但依然溫柔的幾人。剩下2場戰鬥的對仗最為明顯，一邊是自尊心無限強的快樂，一邊是毫無自信的善意，最後是擁有弱者不配活着這種強盜思維的三哥。另一方則是保護弱者是強者的義務的炭治郎，加上三哥的過去又多了層傳承的意味。三哥忘記了一切，而水柱和頭柱選擇了傳承。可以看到作者是带有明顯意圖的設計戰鬥。那麼實際表現如何呢？打打停停停停停，塑造全靠回憶。為什麼說回憶劇情对觀眾的體驗不好呢？你聽我打個比方就明白了。謝老板很怕一位帥哥，問以下哪種情況對他的心理傷害最大？一，謝老板夢見自己被帥哥砍了。2，謝老板回憶說他100年前被帥哥砍了。3，謝老板出門突然偶遇帥哥，他魂兒都嚇沒了。是不是感覺越到後面傷害就越大？這就是事件發生时機對於劇情張力的影響。一開始的夢見是未曾發生，而回憶是已經過去，最後的突然是現在進行時，這也正好對應了觀眾的喜好。觀眾最喜歡看的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，其次是回憶劇情，最差的是夢結局，也就是角色忙活半天，最後告訴你這是一場夢。在無限城的劇情中，角色的打戲是觀眾最喜歡的现在進行時，而中間穿插的回憶就像觀眾準備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，結果商家強行捆綁次品銷售一樣惡心。而且你說他這中間的回憶寫得怎樣？依舊是一句話總結：精神潔癖，死心不改。你會發現，但凡反派回憶裡涉及正方角色，那麼這個反派就會塑造得不錯。如果沒有正方角色，那麼這反派形象就會變得極其扁平和刻板。比如三哥因為有病弱的妻子這個角色，形象就相当立體。而像快月和上二这種在回憶裡沒有沾上正方角色的反派，給人的感覺就相當糟糕。
這作者就像是有精神潔癖一樣，哪怕是假期最後一天補作業，也只挑自己喜歡的認真寫，不喜歡的就变成了纯粹的剧情工具人。這就說到我非常討厭這位作者的一點。以聊香奈乎這段舉例，劇情是炭治郎希望五口的香奈乎更多的透露心聲，於是他利用香奈乎的習慣，用拋硬幣決定自己行动。和他打賭，如果拋出表面，那麼香奈乎今後就要听從內心的想法，而不是交由命運決定。在炭治郎接住硬幣後，立馬給了香奈乎一個大特寫，並配合內心描寫給觀眾一個預期。香奈乎並沒有看見主角的動作，他有可能作弊了。揭曉答案後，主角贏得了對賭。緊接着是主角握手和告別，接下來則是再次描寫香奈乎內心，又給了觀眾这是運氣的預期，然後則是整場文戲設計的反轉時刻。先是順應觀眾剛才的預期，主角表示只是運氣，然後是反轉，即使是反面他也會一直丟到贏為止，最後則是留下香奈乎被打動的結果。我们來分析一下為什麼主角的行動特別有說服力呢？首先，這段文戲精彩是因為他2次打破了觀眾的預期。通過前面香奈乎的內心描寫，作者不斷引導觀眾主角可能作弊了，而實際是憨厚的主角並沒有想那麼多，這真就是純靠運氣拋出來的，這是一層反轉。最後通過主角的補充，我會一直丟到表出現為止，也就是哪怕這次運氣不好，我也會通過努力彌補，強調這場文戲的主題人定勝天。這是第2層反轉。炭治郎是通過知行合一踐行着自己的理念，而不是耍嘴皮子，所以這段說服力特別強。可以看到作者通過一小段劇情，既表達了想要傳達的人定勝天的主題，同時又塑造了主角知行合一的形象。而《鬼滅之刃》裡存在大量這樣的戲碼，足以見得作者在台詞方面高超的功力。那為什麼我之前說非常討厭他這一點呢？那就是他平時會不留餘力的塑造正方人物，而且他還十分擅長用極短的篇幅升華人物形象。但是對於反方角色的塑造，他則可以用怠惰來形容。作者明明擁有如此高超的台詞功力，但在反方被擊敗前都不會花一點筆墨，結果就導致反方就要退場了，才想起劇情還沒深挖這個角色。於是接下來的劇情就突然切到了角色的回憶，是不是像極了你上學時在假期瘋玩，然後在最後一天補作業的樣子？這就是為什麼無限城充滿了這種回憶橋段，哪怕排除掉傳統少年漫畫中給正方安排反擊契機的回憶，也還有如此多的反派都在等着假期最後一天遲到的作業呢。於是乎就導致了前面說的想法很好，每場戰鬥都有嚴格的象徵意義，正反方對仗，但實際表現就是打一下回憶2下。而且你別聽我前面吹噓這作者台詞功底多麼多麼的深厚，但為什麼很多觀眾看漫畫感覺不出來呢？還記得之前那個謠言嗎？我只闢了前半句的謠，可沒說後面半句是謠言。而且很多人說動畫帶非漫畫，其中都特指華麗的打戲和特效，說 UFO 不會拍文戲，動畫是1:1複刻漫畫台詞和鏡頭。真是如此嗎？要我說 UFO 不但會拍文戲，而且還很好。依舊是拿香奈乎這段劇情舉例，漫畫揭曉答案的時候就遠沒有動畫來的震撼。除了作者畫工差，人物不美型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漫畫毫無分鏡設計。這裡說的分鏡還不是這種細膩的畫面設計，而是更為基礎的物體景別，俗稱近大遠小。先看一個反例，理解景別的作用。為什麼炭治郎在漫畫的這段說話特別的有壓迫感呢？因為都是正面近景和特寫。你想象一下，現實有個人正面盯着你說話，並且他的臉還在不斷往你靠近，你當然會本能的覺得不適。動畫則是在這段對話中插入了中景，而且人物也不再正面盯着鏡頭，用平凡的鏡頭消除了這種壓迫感。理解這個後，我們將漫畫揭秘前後頁中每一格的景別都標出來，可以看到，因為景別太差，有些鏡頭按照鏡頭語言推斷，這裡應該是中景，但看上去變成了上半身近景。比如這幾個鏡頭就是這種情況。而且這個翻頁點還缺少一個鋪墊的過渡鏡頭，看起來突兀且不連貫。我們看看動畫怎麼做的，先是上半身近景，然後切香奈乎接硬幣的中景，然後是握手特寫，最後是两人上半身近景。不僅加了2個中間過渡鏡頭，還在近景中插入了一個中景舒緩情緒。接下來依舊是2個中景緩解情緒，然後是到了揭秘前的最後一刻。這裡我們將香奈乎前後站位變化單獨切出來，可以看到是中景背面，然後是近景側面，最後是從遠景正面不斷推進到近景特寫。畫面中的遠近與角度的變化，從畫面上就能讓觀眾直觀感受到角色心境的變化。現在再回看漫畫這一堆近景和特寫，觀眾難以感受到台詞的魅力才是理所當然。這就是這部漫畫的特點，有着高超的台詞功底，但畫技嚴重拖了後腿，以至於觀眾很難在漫畫中感受到台詞的魅力。並且這位作者還有嚴重的潔癖，
平時會不留餘力地塑造正方角色，但對於反派會一直拖到角色臨近退場，才通過回憶這種糟糕的手段帶出角色形象。而且哪怕是在反派的專屬回憶中，依舊堅守自己的潔癖。如果沒有正方角色，那麼這個反派形象依舊是片面和刻板的。可以看到，《鬼滅》原作是一部擁有明顯短板的作品，而動畫則將除了回憶外的短板都補齊了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說動畫帶飞漫畫，但為什麼這種說法是近幾年才頻繁出現呢？動畫化必然是能給原作銷量提供助力的，但以前我們卻很少會這樣說，甚至在動畫的討論中，還能經常看到原作黨跳出來吐槽動畫的不行。比如《海賊王》動畫就因為各種拖沓的劇情和回憶經常被吐槽，原作順秒的劇情，動畫起碼能演2集。這就說到日本雜誌漫畫的衰落了。注意啊，這裡說的是雜誌漫畫，比如集英社旗下就分為雜誌連載的周刊少年 Jump 和網絡連載的 Jump Plus， 並且漫畫還有系類，比如需要注重分鏡和分格的傳統漫畫，和對分鏡和分格不那麼在意的條漫。我们這裡討論的是在雜誌連載的傳統漫畫，這之中的衰落速度可能遠超你的想象。你肯定也聽過 Jump 又到了沒台柱的黑暗時期，誰才是 Jump 新台柱這類討論吧，我們就從它的巔峰講起。那是上世紀的1993年，當時的 Jump 每期銷量都突破了600萬冊，之後在1995年的第3次合併號達到巔峰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653萬冊。這段時間雜誌上連載的是什麼呢？西林珠啾啾的奇妙大冒險、勇者鬥惡龍、灌籃高手、幽遊白書、足球小將、浪客劍心等等這些影響後續一代又一代漫畫家和觀眾的作品。但伴隨着94年幽遊白書完結、95年七龍珠完結和96年灌籃高手完結， Jump 終於在97年被少年周刊 Magazine 超越，但實際上雜誌漫畫整體都在下滑，只是 Jump 當初站得太高而已。不過雜誌漫畫這個行業仍然能持續地吸引着優秀的創作者加入，比如說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3大民工漫，海賊王、火影忍者和死神就是在這之後連載的。但這些名作依舊無法阻擋雜誌漫畫的衰落，到了2016年100萬銷量的只剩 Jump 一家，而到了現在，那個昔日超越 Jump 的周刊 Magazine 已跌破30萬，連載着柯南和芙莉蓮的周刊少年 Sunday 已經跌破12.7萬冊，面臨休刊和合併的風險。一個行業的利潤減少，就意味着它對人才的吸引度減少。但是先別急着悲觀喊業界一般，這些出版社也不傻，他們也在積極地進行數字化轉型。前面提過的 Jump Plus 就是集英社推出的數字連載平台，比如近年火爆的《間諜過家家》，《電鋸人》第2部膽大黨就是網絡連載，就和被業界大佬喊了那麼多年已完的動畫，結果動畫市場規模屢破新高，現在數字漫畫銷售額也已經佔到日本漫畫銷售額的70%以上。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是雜誌加單行本的時代，那麼現在作品收入的大頭則是動畫加周邊加海外授權的這個圈。在這個動畫制作委員會的圈中，決策權往往集中在出資最多、握有原作版權的幾家公司，出版社往往是其中的核心角色。动畫制作公司和漫畫原作者反而是話語權弱勢的一方。隨着動畫行業的快速增長，但動畫師數量卻空前緊缺。這時候，握有動畫化決定權、能調度 S 級動畫人才的制作委員會，就變成決定作品成敗的關鍵變量。這股力量有多強大呢？《咒術迴戰》在2020年8月份銷量為680萬本，而在動畫播出後，2021年5月，這不到1年的時間，銷量已經到了5000萬本。《毀滅之刃》更是在2019年開播前的350萬本，到來年《無限列車》劇場版上映時，銷售量到達8000萬本。在資金和人才都轉向網絡連載的時代，並且動畫化相對以前沒有那麼困難的當下，雜誌漫畫以前的那種單靠作品質量殺出一條血路的時代一去不復返。現在的漫畫也愈發的向條漫發展，分鏡不再那麼重要，甚至打鬥動作看不懂也沒有關係，只要能塑造好人物，動畫化後像手遊一樣賣角色即可。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很多漫畫劇情是為角色服務的，打鬥也更多的追求凹造型。我並不是苛責這種現象，畢竟這是市場選擇，各種抽卡手遊已經證明了賣角色能達到商業利益最大化。正是因為行業賺到錢了，才能源源不斷地吸引人才湧入這個行業。就像上世紀雜誌漫畫達到巔峰，後面才出現了死火海，不是嗎？那麼現在出版社手握動畫化和網絡連載尚方寶劍，腳踩周邊和海外授權風火輪，就能冠絕天下了嗎？答案當然是 no 啦。比日本漫畫更早進軍條漫市場的韓國，有更快的故事展開，有更時髦的角色塑造，有更為成熟的從小說到漫畫化和影視化，然後推向國際市場的制作流程。只是之前韓國更多的是真人改編，而不是動畫化而已。但隨着像小說《我獨自升級》、
在漫畫和動畫的大獲成功，韓國大舉進軍動漫市場也是遲早的事情。並且現在不光前有狼，後面也有老虎。AI 這幾年的迅猛發展也將劇烈衝擊這個行業，哪怕動畫行業集體抵制，但結果已成。數據在訓練後已經變成 AI 一個個權重了。聊這個又是一個相當大的話題，這期我們就先到這裡啦。想聽韓國條漫史和 AI 的發展對行業的衝擊，你們知道要怎麼做啦？喜歡的不要忘記點讚關注。那麼我們下期再見。